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体，宿主可以一战。拔刀。我这是在哪？欢迎各位幸运儿来到电梯求生的世界，在这里有无尽的宝藏和致命的危险。每到12点时，电梯都会进入一个新的楼层，你可以选择进入探索，也可以选择在电梯中待着。不管怎么样，电梯将在1个小时后关闭，未进入电梯的求生者将永远留在这一层。电梯按钮旁的屏幕显示个人信息，并且可以让你们相互交流或者交易。看来这便是自己的等级了，升级居然需要50公斤木头和100公斤铁。你也有可能会与其他求生者进入相同的楼层，你们可以互相合作，也可以相互杀戮。电梯为绝对安全的区域，楼层中遇到的所有生物不会进入电梯中，但电梯无法抵御其他求生者的攻击，所以请保护好电梯哦。现在游戏开始。看来我并不是被绑架了，而是像小说中一般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且刚才那道声音所说的意思，应该还不止我一个人。小龙点开聊天频道，这是哪里？有人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那道声音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吧？我们现在可能是被传送到了另一个世界。原来这里不是地狱啊！该死，我 GMD 刚中了1000万的彩票啊！检测到宿主进入电梯世界，预知系统已绑定，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无危险。在讲桌的抽屉中有一把砍刀，第2列第3排的课桌里有一包未拆封的巧克力，另外教室中的所有物品都可以拆卸哟。预知系统，看来我果然是天选之子啊！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这里还真是个教室。走到讲桌上，小龙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把砍刀，随后在桌洞中找到了那包巧克力。时间还有很短，小龙便继续在教室中继续找了起来，但只找到了一个笔记本，其他什么都没有。真搞不懂，这明明是个教室，为啥连本书都没有？不会电梯升级刚好需要木头，就把这些课桌都给砍了吧？只可惜这整个教室的桌子椅子包括讲桌全部都是木质的，并没有铁的存在。搞了50多分钟，小龙才拆了20个桌子。还有6分钟，不搞了，马德，以后得多运动啊！随后又搬了6把椅子返回了电梯。特喵的，这么多桌子才40公斤，绝对有中间商。不管那么多了，先看看聊天室吧。你们都探索完第1个楼层了吗？遇到危险了没有？我的是一个烂尾楼，就找了2把铁锹和一个皮桶。我的也比较安全，不过就是有些恶心。我进入的楼层是个公共厕所，里面的味道太恶心了。我没多停留就回电梯了。楼上的，你那公共厕所应该有水龙头吧？是的，但我又不渴，而且也没东西可以装水啊。不渴你也得喝点啊，万一后面渴了碰不上怎么办？要喝你去喝，厕所的水恶心死你。看来大家进入的楼层都没有危险啊！我进入的是一个废弃的工厂，找到了20公斤的废铁和半瓶矿泉水。说起来水的话，自己好像还真的没有啊。现在唯一的食物就是这包夹心巧克力了，关键时候还是能顶一顶的。随后小龙又看了看交易系统，此时已经有人尝试着售卖物品，都是以物换物来交换自己所需物品。目前大部分交易的物品都是食物和水。还好早上吃得多。系统，宿主请说。你的功能就是预测每个楼层的信息吗？本系统还有任务奖励，宿主目前的第1个任务是将电梯升至2级，奖励为金刚手弩1把，外加20支弩箭。先去睡一觉吧，明天还要去探索新的楼层。说着，小龙便在椅子上睡着了。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森林楼层，楼层中央有一个木质宝箱，里面会开出1瓶干净的饮用水和一个1升的铁罐，1枚金币，5棵百年松树。如果有电锯的话，可以尝试着锯断。注意，在宝箱中有1只毒蛇，被咬到活不过3秒。如果有武器的话，可以尝试将其击杀。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体，宿主可以一战。拔刀。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这个楼层中有威胁的也就那条毒蛇了，不过还好我有砍刀。应该这就是那个宝箱了吧？刚打开箱子，准备偷袭小龙的毒蛇便被砍成了2段。还好有系统提示，要不然肯定交代在这了。将木箱中的东西拿出来之后，小龙看了看四周，那5棵松树就算了，光凭砍刀砍1天恐怕也砍不完。有水声，小龙走了过去，发现这里竟然有一条小溪。这楼层是怎么做到的？这些水又是从哪流出来的？可惜这个小溪中没有鱼的身影。小龙拿出铁罐装满水后，又返回宝箱，准备将这个木头箱子一同搬回了电梯，并将那条毒蛇也捡起来了。不要摆不了，你会直接挂到交易市场，说不定还有人要呢。小龙回到电梯，打开交易系统，将这条毒蛇的价格设定为5公斤铁。毕竟这毒蛇也不算大，定得高了，现在也没人买得起。小龙打开聊天频道，兄弟们，
谁有水啊？我用食物来换，我这有很多食物，但是没水。我来换，你挂交易吧。有没有人需要食物？我刚杀了一条蛇，你们自己清理清理。我要铁，已经挂交易了。蛇生的，我没有火啊，饿死我了，生吃会不会中毒啊？楼上的生吃不会中毒，只要处理好就行了，只不过有可能感染寄生虫。我刚才进楼层的时候遇上丧尸了，马德被抓了一下，我现在呼吸有些困难，估计要嘎了。我操，这楼层里还能碰上丧尸？大哥，反正你快嘎了，把你的东西都便宜卖了吧，这样也算是行善积德了。对啊，反正你死了也用不上，都是求生者互相帮助啊。这就是人性，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完全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小龙躺在椅子上准备休息一下，此时距离升级还差7公斤的木头和98公斤的铁。上集拆桌子就耗费了不少的体力，今天又没吃东西，先喝点水吧。小龙猛灌了几口水后，就躺在椅子上睡着了。第二天，小龙就感觉膀胱要炸了一般。马德，早知道不喝昨天那几口水了。还有2个小时了，电梯门就开了，我可不想尿在电梯里，自己特么还要在这住呢。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中有5只弱鸡丧尸，如果有武器的话，可以尝试击杀。在楼层的中央有一个食物补给箱，打开后将获得3瓶干净的水、2罐牛肉罐头、1支特制抗生素，可治愈多数普通病症。其中1只丧尸口袋中有一个可以使用的打火机。触发选择任务，请宿主进行选择。选择1，进入楼层并击杀5只丧尸，奖励 P229 手枪1把，备用弹匣3个。选择2，躲藏在电梯中，不进入楼层，奖励1把锋利的水果刀。没想到竟然还有选择任务，那个食物补给箱对自己来说非常的重要，更别说系统给的任务奖励了。1把手枪，相信在目前来说已经是无敌了吧？但是自己真的能打过5只丧尸吗？去特么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老子拼了！选1，到时候我一个左正蹬，一个右变腿，哐哐就给他2刀。很快2个小时过去了，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椅，宿主可以一战。拔刀。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播报的声音响起，小龙的心突突突的跳了起来。要不不出去了？不行不行，自己都绑定系统了，难不成还要继续怂下去？干！丧尸呢？小龙看着面前空空荡荡的房间，有些疑惑。难不成这个楼层不止一个房间？小龙继续向前走去，很快他就看到了一个变形的铁门，伸手推开铁门。我乐个道！就这么简单？看着倒地的丧尸，小龙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丧尸嘶吼着朝小龙冲来，打不了，根本打不了。而当小龙刚跑回电梯，那4只丧尸好像看不到电梯一般，就这么傻傻的站在了原地。小龙突然有了个好想法，一条腿跨出了电梯，丧尸一下子便被吸引。小龙将腿放回电梯的时候，丧尸又停了下来。嗨，这算不算 bug 呀？随后小龙便开始了拉力，在耗费了几分钟后，这4只丧尸齐刷刷的爬出了电梯。现在小龙只要稍微一伸胳膊，便能将丧尸爆头。宿主完成任务，正在发放奖励。系统说完后，小龙手中便出现了一把小巧的 P229 手枪以及3个弹匣，每个弹匣有13颗子弹。这也太抠了，枪里竟然还不自带弹匣，简直太不周到了。此时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小龙连忙跑到楼层中找到了食物补给箱，居然还是铁的，直接抱着箱子跑回了电梯，随后又搜了搜几只丧尸的尸体。终于找到了，还是防风的嘞。不行了不行了，巴适的很。刚才那个门好像也是铁的呀，不行，不能浪费。小龙搬起铁门走回电梯，此时距离升级只差7公斤的木头和75公斤的铁了。刚才的铁门和铁箱还是很有分量的。先吃点东西吧。随后小龙打开交易系统，果然卖出去了，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人买的，毕竟这也是肉啊。点击收取物品后，一个5公斤的秤砣便凭空出现。卧槽，直接出现的吗？差点脑子就变脑浆了。按照惯例，小龙打开聊天室。兄弟们，本人亲测有效，可以跟别人合作，进入别人的电梯。我目前就在他的电梯，并且我把我的物资都搬了过来，目前就差20公斤的木头，电梯就能升到2级了。大佬牛逼啊！赶快升到2级，让我们见识见识2级的电梯有什么变化。没有问题，我们先整理物资，不说了。这是没这么简单吧？2个陌生人在这种没有道德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完全信任彼此？不管怎么样，以后如果碰上其他求生者，还是小心为上吧。另一栋电梯中，这个男人便是刚才在群里说话的那人。没错，这并不是合作，而是抢劫。求求你放过我吧！放过你？呵呵，以后就老老实实当我的玩物吧。正好在电梯里也没有事做。随后都是大家不爱看的内容，小龙也就跳过了。
1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还差70公斤铁，希望一会儿给我个全是铁的楼层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回收中心，楼层中没有危险，存在大量的废铁、废纸等可回收物。下一个是没有危险的楼层，而且还有很多废铁，这样一来，自己岂不是可以直接升级电梯了？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上行。全民穿越电梯求生第4集，我搜索回收站时遇到其他求生者，惨遭被刺。上行不都是下行的吗？电梯门开后，小龙走了出去，一座一座废品堆积成山，而且还分类好了。小龙找到金属缺，哈哈哈，发财了！这么多铁，这要是挂交易，那不得赚疯了。一道声音响起，小龙的精神瞬间紧绷，拔出手枪。还有别人，不过他好像还没有发现自己。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是虾仁越货，还有就是跟他和平相处。毕竟这里的废铁有很多，2人根本吃不下。不过现在的我手里有枪，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哥们对不住了。此时那人刚好抱起一堆废铁推着口哨，就想要返回自己的电梯。那别动。好，大哥，别开枪，别开枪！您也是求生者吧？咱们要不合作？可以，但是我要看到你的诚意。没问题，我这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搬进您的电梯里。说着，青年便连忙向自己的电梯回到电梯中，拿起刀片藏在了手掌里。开玩笑，谁特么跟你合作？然后抱起一个箱子，缓缓地走向小龙。大哥，别开枪，我这就把东西都给您。青年一边说着，一边向前走着。去死吧！以后我就是主角了。一会我就这样偷袭，他肯定反应不过来，到时候他的物资和枪都是我的了。大哥，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你以为我主角光环是假的呀？我早就知道你想干什么。看了一眼时间，操，还有不到50分钟了，得搞快点了。小龙加快了脚下的步伐，将对面电梯有用的东西都搬上电梯，又将废品站的东西挑挑拣拣搬进了电梯。最终进电梯的时候，也就勉强让他站在电梯门内。这么辛苦的劳作也不是白费的，现在就可以升级电梯了。升级电梯，随后电梯立刻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同时四周的墙壁开始向外移动，直至电梯增大了1倍左右。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水箱，上面还贴心的标注了厕所2字。我真是谢谢你全家呀，刚升级就给我安排了个厕所。小龙一边吐槽一边看向了屏幕，升级材料100公斤木材，120公斤铁，5金币，剩余所需60公斤木材，90公斤铁，4金币。还好，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原来这个金币是用来升级电梯的呀，我还以为是交易用的呢。宿主已完成任务，正在发放奖励，奖励已发放：金刚手弩1把，外加20支弩箭。新任务：电梯升至3级，奖励油具1把，汽油100升。新任务：汽油、油具。那以后自己碰上了森林楼层，岂不是可以直接把树都给砍了呀？到时候估计就不会缺少木材了。随后小龙打开了聊天室，谁有金币啊？我愿意用铁和木头交易，10公斤的铁或者木头换1个金币，有的可以交易。10公斤，这金币这么值钱？大佬，你这么快就2级了，也是跟别人合作了吗？金币有什么用啊？我这有一个，难道电梯升到2级之后，金币就能用上了吗？废话，金币肯定有用啊，不然人家交易干嘛？我估计也是用来升级电梯的。看来还是有聪明的人，估计这下都不舍得交易手中的金币了。没想到现在就有大佬把电梯升到了2级，真是羡慕啊！话说2级的电梯长什么样子？我只想知道空间有没有扩大。天天待在这么密闭的空间里，我真的是喘不上气啊！没错没错，我还有幽闭恐惧症，别提多难受了。小龙哥哥，以后看到人家能不能收留人家啊？人家可是身轻体柔一推倒的160萝莉哦！160公斤还是斤？哈哈哈哈！楼上的笑死老子了。这尼玛还160小萝莉，就怕是160公斤的小坦克呀！先不看了。随后小龙在交易市场上挂了20公斤木头和20公斤的铁，就关闭了系统。现在电梯的空间大了，是时候该给船改造一下了。随后小龙就找了几个平整的木板衔接到一起，一个硬邦邦的木板床就好了。还不错，蛮舒服的。目前食物和水还是比较足够的，补给箱里开出的2罐牛肉和3瓶水足够自己吃2天了。是时候开始锻炼身体了，毕竟现在的环境，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随后小龙开始强迫自己锻炼，运动了2个小时之后，便躺在床上睡觉了。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红衣房间，床上有一只红衣厉鬼，床下有一个铁质宝箱，宝箱中有2枚金币、1张驱鬼符、1件柔软的毛毯。提示：红衣厉鬼并不会直接击杀进入楼层的人类，驱鬼符能够秒杀厉鬼。触发选择任务，请宿主进行选择。选择1，进入楼层并开启宝箱，奖励无需电能的电磁锅1个。选择2，进入楼层开启宝箱并击杀红衣厉鬼，奖励健体丹药1颗，服用后将会提升体质。选择3，不进入楼层，奖励1个压缩饼干。系统，选择1和选择2的奖励不能都给我吗？抱歉宿主，并不能，您只能选择一种。好吧，那我选2。
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红衣厉鬼吗？我倒要看看他长得好不好看。全民穿越电梯求生第5集，我竟来到红衣女鬼楼层，与其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门缓缓开启，小龙面前直接就是一个婚房，到处都是白色的喜字。难不成是冥婚的剧情？小龙心中一边琢磨着，一边走进楼层中。那盖着红盖头的厉鬼并没有说话，小龙便来到床边低头看了看，床下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出来。系统既然说床下有宝箱，那就肯定是有的。什么玩意，冰冰凉凉的。我靠，床底下怎么还有个人？刚才他瞄的还跟那人十指相扣了，而且那体温以及僵硬程度，这绝对是一具盒子了。该不会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红衣厉鬼的盒子吧？这时候，小龙突然感觉后背像是有什么东西盯着自己看一般，呼吸都变得后重了起来。第六感告诉我，绝对不能回头，搞不好那厉鬼现在正盯着自己呢。只要跟他对视了，他就能对自己出手。小龙猜的没错，只要小龙现在回头，绝对能被红衣厉鬼吓一跳。而红衣厉鬼的杀人条件正是成功吓对方一次。不回头，不回头。小龙心中一边嘟囔着，一边再次在床下摸索起来。而宝箱正在那女尸的头边，身材还不错哟。小龙将宝箱拉了出来，而身后的红衣厉鬼听到小龙的夸奖，表示忍不了，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同时做出了一个他认为非常恐怖的表情。就这，你特么给老子闭嘴！吵死了！这红衣厉鬼还是实体，不管他了，还是先开宝箱吧。将宝箱中的驱鬼符拿出来之后，小龙看向了红衣厉鬼。此时被扇了一巴掌的红衣厉鬼刚刚回过神来，你欺负鬼？认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不认识。红衣厉鬼摇了摇头，他其实是个新鬼，刚变成鬼没多久，能成为厉鬼也是因为被强制冥婚的怨气太重，死后变成了厉鬼。那龙哥现在就让你认识认识。随后直接将驱鬼符扔了出去。咋没反应？特么的电影里不都是直接扔出去的吗？请宿主使用指尖血激活符咒，随后喊出急急如律令，再扔出去即可。你怎么不早说？宿主你也没问呀。那个美女，咱们商量个事，你就当没看见，让我重来一遍。驱鬼符被激活之后，红衣厉鬼也感受到了驱鬼符对自己的威胁，连忙求饶：求上仙放我一条生路，奴婢也不想变成厉鬼害人啊！别以为你长得好看，我就下不去手。女人只会影响本尊拔刀的速度。急急如律令，驱鬼符自动锁定了红衣厉鬼，并飞了过去。一声巨响后，伴随着凄惨的叫声，红衣厉鬼消失不见。宿主已完成任务，正在发放奖励。奖励发放完成，恭喜宿主获得健体丹药1颗，服用后可增强体质。奖励领取了之后，小龙又将这个铁质的宝箱搬回了电梯中。别说不说，这铁箱子还挺有分量的，少说也得有个20-30公斤了。将宝箱搬回去之后，小龙在想要不要把他的床搬进来，看了看电梯的大小，又看了看这张床。马德，电梯貌似有些小了呀。宿主触发随机任务，请宿主选择是否完成红衣厉鬼的遗愿。完成奖励，超大的牛皮背包1个。竟然还能触发随机任务。小龙看了一眼电梯关闭的时间，还有40分钟，时间还来得及，为啥不接受？随机任务，红衣厉鬼的遗愿，5分钟后，楼层中将会出现举办冥婚的男方一家，请宿主将其全部击杀，并将尸体烧毁。还好并不难，而且也没有鬼，用手弩应该就能解决了。随后小龙躲在床底，静静地等了5分钟后，眼前出现了一男一女，他们此刻还抱着一具穿着新郎官衣服的男尸。这应该就是任务目标了。小龙上好弩箭，随后瞄准射击，被射中的男人捂着血流不止的咽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一旁的妇女见状顿时吓了一跳，刚想大喊救命，小龙的弩箭便如约而至。接下来就是烧尸体了。小龙直接将所有的油灯全部打翻，然后浇在尸体上，顿时燃起了火大。回到电梯中，静静的等待任务完成。此时电梯还有20多分钟关闭。系统，一会电梯门关了，这尸体还没烧完，不会不给我奖励了吧？不会的，宿主，请宿主耐心等待。系统的话顿时让小龙联想了很多东西。难道在求生者离开楼层后，楼层的时间还会继续流逝？这些楼层该不会都是一个个单独的世界吧？不过就算知道了每一个楼层都是独立的世界又如何？反正也出不去，先把健体丹药吃了吧。好特么苦啊！系统，你这丹药不会是使做的吧？请宿主放平心态，本系统绝不坑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超大牛皮背包1个。我身体的变化呢？不是说会增强体质吗？我咋感觉不出来？请宿主坚持健身，健体丹药的功效将持续发挥。确认了自己没当大怨种之后，小龙这才拿起牛皮背包看了看，这也不大呀。就在小龙的手接触背包后，他的眼前竟然出现了5个格子。此背包乃是空间背包，每个格子可存放1件物品，并且可以叠加200公斤此物品。神装，这简直就是神装啊！小龙二话不说，将木头和废铁都给塞进了背包。这要是在回收中心的楼层里获得这背包，那自己还缺材料吗？背好牛皮背包后，小龙一点重量都没有感觉出来，完全就是牛皮背包自身的重量。真是宝贝啊！
随后小龙拿出了一个牛肉罐头，大快朵颐起来，吃完便开始睡觉，直接睡到了第二天上午11点半。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侏罗纪世界，请宿主小心行事。离开电梯后，向右走50米，你将发现一个没有恐龙看守的龙巢。你可以获得一颗即将孵化的恐龙蛋，成功孵化后将会认你为主，还有大量的食物以及自然资源。再次提示，请宿主量力而行。系统连续提示了2次小心行事，那就说明这侏罗纪世界一定是非常之危险的。心中纠结了一会，先出去看看，实在不行再退回电梯。我还就不信出门就能打。电梯下行，请注意扶。全民超越电梯求生第6集，我意外进入危险的侏罗纪世界，看我能否成功获取恐龙蛋。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后，小龙走了出去。这个楼层大的有些恐怖啊！离开电梯后，向右走50米，也不远。马德，拼了！小龙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获得恐龙蛋。系统都说这个龙蛋孵化出来的龙大概率会认自己为主，那必然得去拿上啊！如果成功的话，那我也许会成为所有求生者中最为强大的那个。小龙一边说着，一边谨慎地看向四周。就在这时，前方的草丛忽然传来了沙沙声。小龙立刻举起手枪，精神紧绷地看向草丛，同时身体开始缓缓地向后移动，随时准备跑路。片刻后，一只又像鸟又像鸡的动物从草丛中跳了出来。这是渡渡鸟吗？渡渡鸟看到小龙后，非但没有跑，还气势汹汹地撞了过来。连开2枪后，渡渡鸟中弹身亡。什么玩意？这是个笨笔吧？随后，小龙将渡渡鸟放进了背包中，这分量还挺重，应该有个10多斤的样子。又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小龙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龙巢，有2只刚孵化出来没多久的小恐龙，还有一个安然无恙的恐龙蛋。而龙巢的附近则摆放着很多动物的尸体。小型食肉恐龙吗？当看到陌生生物进入自己的领地后，2只小恐龙立刻摆起了战斗姿态，嘴中不断发出嘶吼，而小龙也不惯着它们，直接将快速跑过去，将龙蛋装进背包，又把那些完整的渡渡鸟以及恐龙尸体全部放进了背包里。操！家长找上门了！小龙听到距离自己很近的吼叫声后，顿时头也不回的向后跑去。只有50米的距离而已，只需要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安全跑回去。追来的迅猛龙看到自己的宝宝被瞎，悲怒。我操！这样下去，自己很快就要回本身，得反击。小龙停下脚，冲洗，直接起一梭子弹进行，但是这4发刚好打在了迅猛龙的脸头。很显然，后腿传来的疼痛让他无法正常的奔跑，而小龙最终也是活着回到了电梯中。刚才真是太凶险了，还好自己有手枪。将龙蛋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床上后，小龙换上了手枪的最后一个弹匣。就在这时，厚重的脚步声传来，刚才那个迅猛龙竟然踉踉跄跄的跑了过来。好在小龙在电梯中，这迅猛龙发现看着不断发出小龙自己毕竟杀了人家的孩子，还把最后一个抢走，换做自己也得气疯了。就在这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了一只翼龙，将受伤的迅猛龙直接叼走了。看着逐渐从自己视线中消失的翼龙，目光复杂地看向了龙蛋。电梯门彻底关闭，刚才震耳欲聋的嘶吼声也逐渐消失。现在只希望捡回来的这个恐龙蛋能够成功孵化，并且认自己为主，这样以后探索楼层就有了一个强力的助手了。小龙将最后一个牛肉罐头吃下，又喝了点水，便睡觉了。一觉醒来，小龙看到之前出售的铁和木头，终于有人买了下来。算上在冥婚楼层中找到了2个金币，刚好有5枚。兄弟们，2级电梯需要5枚金币才能升级到3级，手里有金币的千万别随便交易了。这是哪个大聪明？被他这么一说，哪里还会有人继续交易金币？同时，他自己也没办法从1级电梯的求生者手中获取金币了。见过坑人的，没见过坑人还把自己给坑了的，这也算是一朵盛开的奇葩了。好在自己的金币已经凑齐了。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在探索上一个楼层的时候，发现了一座空电梯，电梯的地面还有血迹，位置跟我的电梯刚好是对立的。楼上，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想说有人杀人越货了是不？没错，所以我想提醒一下诸位，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合作的。你想着和平合作共度难关，而那个人可能在想怎么弄死你，获取你的资源。这么一说，就有些细思极恐了啊！之前不是还有个人说他跟另一个求生者合作了吗？搞不好就是玩的杀人越货。我可是棒子国跆拳道运动员，拿下过无数国家奖项，希望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不要遇上我。对了，我现在想找一位美女同居，如果有人运气好碰上了我，那可以考虑一下。毕竟在这种求生环境之下，有一个强大而帅气的男人保护，将是一件幸福的事。不是我看不起跆拳道，我承认他确实能有点杀伤力，但是吧，再牛逼能有哥们手中的公牛逼，老子10步之外直接锁你坤坤。我操，楼上你这么快就有武器用啊？我还在用破木头棒子啊。嘿嘿，哥们儿就好点手工活，之前在楼层里开出个牛筋，刚好能做弓弦，就勉强做了把弓，遇到危险也能应对一下。
对了，提示一下，我业余爱好就是弓箭运动哦。自制弓箭，要不要找那人给自己做一些弩箭呢？这样也不用每次射完之后回收了。而且木质弩箭完全可以穿透蓝星人了，杀伤力也不错。想到这，小龙点开了那人的头像。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此时另一座电梯中，一个长相清秀的少年看着小龙发来的信息，心中顿时明白了来找自己是为了什么。抱歉，金币不卖。不，我不是为了金币来的，我想让你帮忙制作一些弩箭，能做到吗？报酬是食物。弩箭可以是可以，但是我这只有一把刀，效率可能会很低，一天能做出几支箭就不错了，而且是木箭，需要你提供原材料。没问题，我将样品发给你，你先做10支木箭我试试，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发给你报酬，到时候需要多少食物你再说。不行，你得先给我定金。可以，那你随便在交易所挂个要食物置换的物品吧。小龙欣然同意了下来，目前食物还很充足。随后从牛皮背包中随便取出了一个恐龙尸体，割下一小块肉当做定金给了对方，顺便又发了过去一些木材。生肉，你自己想办法弄熟吧。这好吧，总比没有强。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游戏楼层，除了宿主之外，还会有3名求生者参加游戏。游戏内容为捉迷藏，求生者为躲藏一方，可变为随机物品。楼层原住民为猎人，他们将会负责寻找躲藏一方，被猎人找到将会直接死亡。完成游戏可获取奖励：营养液2瓶，金币1个，任意升级电梯资源100公斤，金币除外。这不就是躲猫猫吗？提示宿主，寻找一方将在1分钟后进入楼层寻找，在此期间，宿主可任意寻找地方躲藏，但对方抬头的概率只有10%。懂了，你的意思是让我躲在高处呗？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穿越电梯求生第7集，化身路灯玩起了躲猫猫游戏，看我能否躲藏成功。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随着电梯门打开，映入眼前的是一个荒废的马戏团。小龙四处观察，很快找到了自己要的高点，正是马戏团用来走钢丝的高台。没过多久，另外3个求生者从不同方向走了过来，个个目光异常凶狠。4人碰面后并没有对话，彼此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警惕性。游戏开始，猎人还有1分钟入场，接下来请你们躲藏10分钟。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另外3人感到意外，毕竟他们没有预知系统，并不知道这里是游戏楼层。就在这时，一个变成纸盒的人不可思议地喊道：“沃特发克，我这是怎么了？”随后，小龙也变成了一样物品。我特么的竟然变成一个路灯，你敢信？马戏团里出现一个路灯，怎么想都非常不对劲吧？接下来剩余的2人，一个变成了大铁，一个变成了垃圾桶，每个都比小龙的正常。此时还有30秒猎人就入场了，另外3人傻站在原地不知道做什么。此刻小龙已经跑到 T 台上了。特么的，这会不会有些太显眼了呀？管他3721呢，自古 CT 不抬头，新系统得永生。接下来是要干嘛？会不会是捉迷藏？刚才广播说了躲藏，应该就是捉迷藏没错了，赶快躲起来啊！就在这时，只见2名全副武装的壮汉不知从哪里走了进来。霰弹枪，这玩意打身上肯定会很痛吧？猎人进场之后，二话不说就开始对着马戏团所有的笔记无差别攻击。搞什么？这难道不像游戏中那样，失误后会有惩罚吗？这还玩个屁呀！就在这时，一声惨叫打破平静，是那个大铁门被击中了。找出一个躲藏者后，猎人很明显异常兴奋，随手将嘴中的烟头扔进了一旁的垃圾桶。卧槽，不会吧，快灭了啊！然而几分钟后，烟头非但没有熄灭，还将他的头发给烧焦了。虽说头皮传来了如针扎般的疼痛，但是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又过了几分钟，2个猎人转了回来。当看到冒出黑烟的垃圾桶后，那名丢烟头的猎人冷笑一声：“小老鼠，原来你在这里啊！”枪响过后，垃圾桶的伪装消失，那名求生者出现在刚才的位置。此时距离结束还有1分钟了，最后存活的小龙和那个变成纸盒的人无一不是心跳加速。猎人好像因为时间快结束了，变得更加疯狂。不过好在，如同系统提示的一样，猎人到最后没有抬头看。游戏结束，猎物获胜。播报结束后，那个猎人瞬间爆炸。猎人死亡之后，小龙也变回了人类，同时电梯中也多出了2瓶营养液、1个金币和100公斤的铁。哥们，就剩咱们俩了。就剩咱们俩了。卧槽，我错了，大哥，别瞎我。拜拜。解决完青年后，小龙发现电梯关门的时间竟然刚刚开始倒计时，留给自己的时间还有很多呀，这一波简直赚翻了。最终小龙忙活了50多分钟，在牛皮背包的帮助下，把另外3人的东西全都装了起来。那2个猎人的霰弹枪也顺手捡走了，子弹还有45发，这可比手枪的威力要大得多。回到自己的电梯后，小龙将电梯升至3级了，随后电梯又向外延伸了1倍多的样子，而水箱厕所也变成了一个木质的马桶。而升到4级电梯的材料，算上从那3人电梯里获得的资源，仅差20公斤木材、20公斤铁和10枚金币了。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已发放。发布新任务，请宿主将电梯升至4级，奖励万能医药箱2个。操，
竟然要这么多金币啊！现如今金币几乎已经无法通过交易获得了，都怪上次那个大聪明。随后小龙统计目前食物的储备量，总共有2个牛肉罐头、1个水果罐头、3个干面包，还有6瓶水。然后小龙挑了1个水果罐头和1个牛肉罐头吃了起来。吃完饭，依旧锻炼了2个小时后，便抱着恐龙蛋睡觉了。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交易楼层，此楼层为和平楼层，电梯将停放5小时。您可以在楼层中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和平楼层中发生暴力冲突后，会有守卫进行控制，请宿主注意。交易楼层跟其他求生者进行交易吗？那就显得有些多余了呀。电梯里的交易系统多方便，交易物品还能瞬间出现在电梯中。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电梯门开后，小龙尽可能将自己武装起来。虽说系统说这里是和平楼层，会有楼层守卫的保护，但我还是更加相信自己手中的枪。这么热闹，这里的人个个都是奇装异服，有像小龙一样的现代衣服，还有的穿着盔甲、古装、中世纪欧洲服装，甚至还有一个身穿外骨骼机甲的女人。这个楼层有点意思啊，这些难道都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吗？全民穿越电梯求生第8集，强身健体丹药药效发挥，释放完后，我来到极寒楼层。这个楼层有点意思啊，这些难道都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吗？小兄弟，小兄弟，这里，看这里，我看你身上背着的那把枪挺有意思的，卖不卖？你说这个？对对对，我出2枚金币如何？2枚金币，自己把这枪卖给其他求生者都不止2个金币，这货不会把我当成大怨种了吧？小龙刚想开口拒绝，一个穿着盔甲的女生走了过来。您好先生，这把枪可以卖给我吗？我出5枚金币，子弹的价格另算。我说你个娘们懂不懂这的规矩啊？不能抢客人知道吗？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把武器。呵，小兄弟，我劝你想好了，小心被这娘们给坑了。这把枪也就值个4金币，想让我花5金币那是不可能的。谢谢你，但是他出的价格更高。随后小龙跟这个女人交易，子弹则是1枚金币5发的价格出售。先生，我没有金币了，剩下的那1个金币我愿意用皮革或者食物等物品抵扣，可以吗？也行，给我看看你的食物吧。见小龙愿意接受用食物交易，女人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最终用5张大饼交易了5颗子弹。就在小龙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桌子上摆放着跟自己一样的手枪。你好，老板。你好，需要什么？这把枪的子弹有没有？有1金币20发。小龙直接拿出了2枚金币，老板看了看，随后拿了2盒给小龙，每个盒中是20发子弹。小子，在这里买东西记得要讨价还价。刚才自己卖的子弹好像有些黑了呀，5发子弹就要1枚金币，而自己在这竟然用1枚金币买了他们40发，感谢老板。谢过提醒自己的这个老板之后，小龙便离开了这里。此时距离电梯关闭还有最后1小时。这个楼层实在是太牛逼了，要是自己有足够的金币，甚至可以直接购买一身外骨骼机甲穿着。说完，小龙打开了聊天室，想要看看有没有人跟自己一样进入交易楼层。然而，并没有人提到了交易楼层，大部分人还是在吐槽小龙更新慢。当然，聪明的人都在点赞、收藏加关注，甚至还有小花花。就在这时候，夜华的头像出现了一个红点。你好，我目前制作了5支剑矢，你试试看怎么样？可以，那我在交易所随便挂上的东西了，你用弩箭交换。好的。不得不说，这弩箭确实不错，跟系统给的相差不大，只不过是木质的罢了。随后，小龙让夜华再制作30支，将木材和食物一并发了过去，酬金是1公斤生肉。不得不说，系统给的健体丹药效果是真的牛皮啊，真是第一次觉得这么爽啊。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冰河楼层，你将进入一个处于极寒的世界，在水下有一个神秘宝藏。如果你不怕冻成冰棍的话，可以下去看看。在楼层中有几只可爱的小动物，如果你很饿的话，可以选择吃了它们。触发选择任务，选择1，进入水下并获得神秘宝藏，奖励万能钥匙1把，1把可开启世间所有锁的钥匙。任务辅助道具，保暖潜水服，任务完成后将会自动消失。选择2，在电梯中等待下一个楼层，奖励1个脆甜可口的苹果。这必须选择1啊！选择成功，任务辅助道具已发放。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后，小龙换好自己的潜水服，便进入了这个楼层。真冷啊！这鬼地方难道真的有动物生活？小龙继续向前走，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冰河，表面厚重的冰层让小龙可以在上面随意行走。宝藏可是在河底啊，这要怎么才能下去？也没有炸药，完全没有可能破开冰河的冰层。就在此时，几只雪白的鹿不知从哪跑了出来，好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就在小龙愣神的时候，地面突然开始……我操！地震，快跑啊！全民穿越电梯求生第9集，我获得无限水资源后，迅猛龙也孵化成功。我操！地震了，快跑啊！还好电梯里是安全的。看来这次任务是完成不了了。然而过了10几分钟后，楼层的震动便停了下来。
不知道那冰层有没有被地震给震裂了。小龙来到河边，冰层果然被震裂了，清澈的河水再次出现在河道中。小龙一眼便看到了河底的宝箱。马德，拼了！刚进入水中，小龙鸡皮疙瘩瞬间立了起来，浑身僵硬。什么勾八保暖潜水衣，一点也不保暖。小龙一边下潜，心中一边嘟囔着。到达后，快速打开了宝箱。恭喜你成功获得了无限水资源，已放置于电梯中，可前往查看。播报声响起，小龙二话不说就浮了上去。艰难的爬上岸边后，小龙便剧烈的咳嗽起来。马德，要死了！小龙打了个寒战，浑身发抖的返回了电梯。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万能钥匙1把，1分钟后将回收潜水服，请宿主尽快更换衣物。烦死了，我都快嘎了，你都不知道关心我，还想着收回你的衣服。小龙换回了自己的衣服后，才看向了获得的无限水资源。只见一个1平米大的水池出现在电梯中，旁边还有显示屏。卧槽，这么牛逼，也不往老子搭进去半条命了。有了这玩意，以后就不用为水发愁了。然而，还没等小龙高兴多久，一个接着一个的喷嚏便打了起来。马德，老子该不会发烧了吧？小龙按了按太阳穴，随后从背包里拿了一张大饼吃了起来。只是这饼太硬了，吃了几口之后，实在没胃口了。好想睡觉啊！这回不仅头晕，还全身发冷。小龙摸了摸脑袋瓜，果然是发烧了。既然在这种条件下发高烧了，没有药的话，怕是明天就能被阎王爷续救了。等等，小龙突然记起来，他之前在丧尸楼层获得了一支抗生素。第3集写了，这抗生素是特制的，能治愈大部分普通病症。这玩意应该有用，希望明天能好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后宫楼层，楼层中遇到的小可爱都将纳入宿主的后宫之中。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然而，小龙并没有想到，错过了这美妙的楼层。什么玩意？卧槽，这么快就孵化出来了？怎么一直叫？难道是饿了？随后，小龙从背包中拿出一块肉，扔在小迅猛龙面前。只见小迅猛龙没几口便将肉给吃了。见此，小龙又割下一大块肉扔了出去，最终吃了大概2公斤的肉。这小迅猛龙总算是吃饱了。真香！擦，这小玩意真是个吃货呀！看着正在无限水池边喝水的迅猛龙，小龙一把将其拽了起来。以后得给他整个喝水的槽子啊！这尼玛整个半个身子都钻水池子里了，以后不准在这喝水，知道吗？哪里？好吧，这货应该也听不懂。将迅猛龙放下后，小龙低头一看，这小迅猛龙刚才哪是在喝水啊，完全是在吃水里的鱼啊！我记得昨天的水池子里是没有鱼的，难不成是我脑子被烧坏了？直到小龙将池子里的鱼捞起来之后，才确信这玩意是真的，不是幻觉。这难道就是系统说的小惊喜吗？这他妈以后自己的食物和水岂不是都不会缺了？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废土楼层，楼层中有20只丧尸，请宿主量力而行。楼层中心有一个物资补给箱，其中有5个牛肉罐头、5瓶干净的水、3包速食米饭、1瓶抗生素50粒。触发选择任务，请宿主进行选择。选择1，进入楼层并击杀20只丧尸，奖励超级电磁炉，无需任何能源带过的。选择2，不进入楼层，在电梯中等待下一个楼层，奖励 MP133 霰弹枪1把，12乘70毫米子弹30发。系统，我选1。虽然选择2再获得一把霰弹枪挺好的，但楼层中的物资补给箱对自己非常有用，特别是那瓶抗生素。昨天如果不是那支抗生素的话，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并且自己也有2把枪，对付20只丧尸岂不是手到擒来？小龙检查了一下手枪和霰弹枪的子弹，随后静静地等待着电梯的播报。一旁的小迅猛龙也是乖乖地坐在了旁边。哈哈哈，别人都是撸狗撸猫，自己直接撸恐龙，就问问还有谁？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穿越电梯求生第10集，成功击杀丧尸后，进来到森林游戏世界。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后，小龙端起了霰弹枪就往楼层中走去。此时，小迅猛龙也跟了过来。你回去，你还小，哪有战斗力啊？万一感染了丧尸病毒，那我岂不是亏到姥姥家了？在这待着，别出来。得，我就当你听懂了吧。小龙再次拿起霰弹枪走了出去。奇怪，丧尸呢？话音刚落，就听到了一阵嘶吼的声音，一窝蜂的丧尸瞬间。小龙连开2枪之后，直接就跑进了电梯中，打算利用 bug 来清理这些丧尸。去洗吧。10多分钟后，总算是将所有的丧尸清理干净了，只不过电梯也被搞脏了。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自动发放至电梯中，请注意查收。随后，小龙赶紧去楼层里搜刮有用的东西。整个楼层中空荡荡的，除了物资补给箱，再无他物。这箱子还是塑料的，没办法升级电梯啊，只能拿来当个置物箱了。哎，还得清理这些血迹。可是除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貌似也没有什么能当抹布的玩意了呀。最终，小龙还是决定去聊天室里交易一件衣服。1瓶水换1件衣服，有没有人愿意换？我擦，
大佬，你是来送福利的吧？我靠，谁的手这么快？我刚想交易就被抢了。一群土鳖，就1瓶水而已，你们用得着这么激动？大佬，我有好多衣服，你要不要？求大佬再卖1瓶水吧，我这几天探索楼层一直都没找到水，快渴死了啊！很快交易便完成了，小龙想也没想的就将衣服提取了出来。这是谁特么把他的保护罩给自己了？我去，还有余温，看体型，这保护罩的主人应该挺大的。很快，小龙在电梯关门之前把地面擦干净了，随手就将保护罩给扔了出去。饿了。小龙从背包里拿出一块肉扔给了迅猛龙后，便开始摆弄起系统给他的电磁炉。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黑科技，竟然不用电就能发热。这声音怎么感觉有些熟悉？小龙摸了摸锅底，温度升得很快。热了个罐头之后，小龙便继续锻炼了。还差20公斤木材、20公斤铁和6个金币就能升级电梯了呀！小龙想了想，随后将3条大鱼挂在了交易系统。1条鱼换2个金币，应该不黑吧？现在肯定还有倒霉蛋没能解决食物问题。虽说金币很重要，但再重要也没有命重要啊！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7点了，还是先睡一觉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森林楼层，楼层中有一架失事的飞机，上面可能会找到有用的东西。楼层中还有5只食人族野人和2头山羊，请宿主小心应对。触发悬赏任务，进入楼层击杀野人，每只奖励1金币。森林楼层失事的飞机，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进入楼层之后，小龙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这场景眼熟了。这不就是森林那个游戏出生点吗？根据以前玩游戏的经验，我记得飞机上是有很多吃的和药物的，还有一个消防斧和一个美女盒子。小龙四下找了找，果然让他找到了不少的食物，只可惜全部都发霉了，只有2个罐头看起来完好无损。随后小龙又在飞机周围找了一圈，找到了一个没被打开的行李箱，其余的行李箱全部被敲开了，里面的东西也都被拿走了。难道这地方有人？就在小龙一边思考一边向前走着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5只浑身赤裸的野人。小迅猛龙立刻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只见其中一只随后直接飞扑过来。好在小龙手中的喷子一直都在准备着，只听砰的一声，那只跳到半空的野人瞬间被轰飞出去，一下子就安详的睡了过去。与此同时，在森林深处，我记得我开的是单人模式啊，怎么会有枪声？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梯，宿主可以一战。拔刀。我记得我开的是单人模式啊，怎么会有枪声？此时另一个世界，眼前的这个男人正是一个游戏主播，他看着眼前的游戏画面有些纳闷。主播，这不会是制作组发的彩蛋吧？不太可能吧，毕竟森林这游戏才刚发布，光是 bug 都有一堆。这么说，刚才的枪声也有可能是 bug 啊！主播快去看看，听声音应该在出生点那边。主播快去看看。见直播间一直在催促他去枪声传来的地方，王磊为了直播流量也只好同意。正当王磊前往出生点时，又是一声枪响，这下弹幕都要吵翻了，纷纷猜测肯定是游戏制作组埋的彩蛋，还有说是来搜寻失事飞机的救援队，只要过去游戏就通关了。最后2枪带走野人以后，系统的提示音也随之而来。恭喜宿主击杀楼层所有野人，奖励5枚金币。兄弟们，前面就是出生点了，刚才又响了2枪，可以确定枪声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如果我真的发现了什么通关捷径，那我直播间的人气应该也会涨一涨，说不定我就是下一个100万主播。此刻小龙正小心翼翼地趴在草丛里，而他的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了2只山羊。嘿嘿，终于找到了。小龙拿出手枪瞄准起来，第1枪精准地命中了山羊的头部。此时另一只山羊头都不回的就跑了，小龙对着逃，幸好最后1枪打在了山羊的后腿上。就在小龙高高兴兴地准备给那只山羊最后一击的时候，一根木矛飞了过来，直接命中山羊的喉咙。我特发，还有野人！我操，兄弟们，我都说了先不要暴露吧，现在我被枪瞄准了，这要是出去不得被打成筛子。主播，你怕个鬼啊！反正能复活，大不了到时候过来把装备捡一下呗。对啊对啊，主播快出去，手上别拿武器。看这个人的样子，好像也是飞机上幸存下来的人，该不会是友好的 NPC 吧？王磊看了看弹幕，只能操控角色走出了草丛。这造型，这熟悉的消防斧，这熟悉的火把，卧槽，这不就是游戏里的角色吗？所以自己现在难不成是在游戏世界里？王磊见这个 NPC 对他并没有恶意，于是将自己插死的那只山羊搬过来扔在了小龙面前，想看看会不会触发什么对话之类的。小龙看了看山羊，又看了看王磊。哈喽。见小龙竟然还会说话，
王磊直播间的观众纷纷激动起来。果然是彩蛋，主播快交流一下，没准能发现另一种通关的方式。一片的弹幕都是让王磊继续交流下去，而他则是一脸懵逼。我连话都说不了，怎么交流？而且这也没有弹出个对话框选项，难不成是制作组忘记了？能说话吗？小龙挥了挥手，他现在基本已经可以确定了，面前这个人正是被玩家操控的角色。小龙看了看电梯关闭的时间，现在可没时间跟这货沟通了。于是小龙把山羊装起来，然后拿出系统奖励的电锯，直接将一批锯打断，又去飞机残骸处零零碎碎捡一些废品。我们有缘再见。说着，小龙便拿着那唯一没被打开的行李箱回到了电梯中。见小龙原地消失，王磊更是懵逼，直播间也吵疯了，纷纷在讨论小龙是不是制作组加进去的彩蛋。回到电梯的小龙打开行李箱，有几件衬衫和夹克，都是男装，还有3瓶药，1瓶消炎药，1瓶救心丸，1瓶驱虫喷雾。除了这些之外，再没什么有用的东西了。此时交易系统弹出了一个消息，是上架的鱼交易成功了，直接到账2枚金币。终于是攒够升级的材料了，系统升级电梯。很快，电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空间至少扩大了2倍之多，而且出现了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新的区域堆料区。这地方好啊，以后背包就能装更多的食物了。小龙将木材和铁全部放进去之后，此时距离升至5级电梯还差200公斤木材、150公斤铁、5公斤黄金、19金币。恭喜宿主完成升级任务，奖励已经发放。触发升级任务，请宿主将电梯升至5级，奖励加时卡乘5。加时卡是什么玩意？难道是增加楼层中的停留时间？随后小龙查看电梯升级的奖励，2个万能医药箱，其中什么东西都有。按照上面的介绍，选择使用之后，身体就会自动操作起来，这不跟游戏里用加血包差不多吗？就在这时，交易系统又弹出了2条消息，剩下的2条鲤鱼也被买走了。小龙再次入账4金币，还差15金币就能升级了。如果能再去一次交易楼层就好了，自己也能想办法搞一些金币用。接着小龙查看了无限水池，里面刷出了5只淡水虾，这5只虾每只仅有食指大小，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小龙只能是将这5只虾烤了烤自己吃了，随后拿出一块肉丢给了迅猛龙。谁知小迅猛龙竟然叼着肉放到了电磁炉上。卧槽，你还想吃熟的呀？将肉烤熟喂给迅猛龙之后，小龙发现迅猛龙体型长得飞快，感觉再好好喂1个来月，这迅猛龙应该就能为自己作战了。吃饱喝足后，小龙又开始了每天的锻炼。宿主即将进入挑战楼层，宿主将扮演劫匪，与其他同伙抢劫一家银行，并活着离开银行，请宿主做好准备，该楼层的任意物品可带离。触发随机任务，请宿主爆头击毙5名敌人，奖励枪械精通初级。什么鬼？抢银行？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一体，宿主可以一战。拔刀，什么鬼？让我去抢银行？可是现在要钱也没用呀，被困在电梯里又不用娶媳妇买房子了。对，还有黄金啊，如果可以将黄金带走，刚好可以用来升级电梯。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门打开，映入眼前的是一条静止的马路。只见小龙刚走进去，马路上的车便动了起来。嘿，快把这个带上，我可不想因为你被佛伯勒那群家伙通缉。我操，这些难道就是我的同伙吗？ OK， 我们来说一下计划。老崔和小龙去炸开地下金库的大门，我和小付来控制人质。警报响起后，黑客应该能为我们拖延3分钟的时间，加上条子的速度，我们应该能有10分钟的掠夺金库的时间。我操，这熟悉的名字，难不成这里是那个游戏的世界？难怪我感觉街道有点熟悉。放轻松，这里只是一个小镇的银行，抢起来很容易。OK， 伙计们，出发吧。随后几人开门下车，径直走向银行。进入银行后，直接亮出了武器。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baby们。这时候，一个保安举着枪走了过来，然而被爆头了。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伙计们按计划行事。小龙，你去安装炸弹。接下年弹后，我们就来到地下金库。随后，在我麻利的操作下，成功放好3个年弹。卡蒙 baby， 如果你不想外面那个油腻的中年男人被打成筛子，就快点行动起来。说着，老崔拿出旅行袋，开始搜刮起金库的马内。而小龙此时趁老崔不注意，将一摞金条全部收进了牛皮背包中。没一会儿，2人便装满了4大旅行包的马内。咱们可以走了。太刺激了！人生第一次抢银行。跟推测的一样，条子并没有赶过来。很快，我们就上车开始了逃亡之路。只是刚行驶不久，佛伯勒便追了过来。该死的佛伯勒来了！小龙，接着把他们的头打烂。我操，这不是大菠萝吗？这么屌的枪也只在游戏中用过。小龙顿时来了精神，直接将后挡风玻璃砸烂，对着后面跟来的条子直接死对。虽说速度也不差，但是在这种火力之下，小龙还是将系统任务打15次爆发，
还没等小龙高兴多久，坏消息就接踵而来。由于佛伯勒出动了直升机，无奈之下，小富只能将车开进了下水道中。这是我提前放好了摩托车，咱们分头行动，最后在纺织厂集合。麦克说完后，率先启动摩托车，接着老崔和小富也相继离开。就在小龙也正欲上车之时，电梯突然出现在下水道中。卧槽，就剩10多分钟了，这点时间够干什么的呀？玩得正嗨呢，突然给我叫停了。无奈的小龙只能是回到了电梯里。随着电梯门缓缓关闭，这次刺激的旅途也终于是结束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经发放。系统话落后，小龙只觉得脑中一片晕眩，而后又十分清醒，扭头看向自己的那把霰弹枪时，一眼便认出了这把霰弹枪名为 MP133，感觉自己的枪法也提升了不少。等去下一个楼层的时候，就去试试手吧。好了，知道了。小龙从牛皮背包里找出了一块肉，扔给了迅猛龙。看着小迅猛龙吃的那么香，小龙也饿了。不知道这恐龙肉的味道如何？想到这，小龙拿出一大块肉排，放进电磁炉中烹饪起来。味道还不错，很嫩，有些像牛蛙的口感，只可惜少了些调料。这要是整成麻辣口味的，那不得爽死。吃饱喝足后，小龙又看了看无限水池，可惜今天里面并没有刷新出什么惊喜。好了，睡觉吧。深夜，小龙只觉得身体一阵冰冷，下一秒马上就被冻清醒了。怎么回事？咋突然这么冷了？感觉瞬间到了冬天一般。小龙立马起身，将电磁炉搬到床边，加进水，直接开始。很快，在电磁炉的作用下，电梯的温度回暖了一些。小龙打开聊天室，才发现不只是他自己变成了这样，所有人电梯中的温度都降到了接近0度。还好我有这电磁炉能加热。马德，我受不了了，我要生火了。楼上，你不要命了啊？3级的电梯解锁通风口了。生火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行。话说，你们有没有感觉温度还在降低？我醒来之后，瓶子里的水都起冰渣了。你别开玩笑了，这温度在降低，可真就不是人能住的了。温度真的在降低。我之前在一个楼层里获得了一根温度计，现在电梯中的温度是2度，前不久还是6度呢。聊天室中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温度骤降的事情，小龙也感觉温度好像更低了。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木筏求生楼层，楼层中仅有一块木筏漂流在海中，木筏上有一个木箱，打开将会获得1瓶白兰地、2金币、1个鱼竿。系统，你是不是串台了呀？这不是隔壁的节目吗？咱们可是电梯求生。触发选择任务，请宿主进行选择。选择1，进入楼层并击杀大白鲨，奖励初级近战格斗。选择2，留在电梯不进入楼层，奖励耐力提升。系统，我选1。虽然耐力提升听起来也不错，但是耐力它可以通过锻炼来提升，格斗技能可没办法自己练啊。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超越电梯求生13级，我完成木筏求生任务后，竟亲眼目睹小哥坤坤被美女无情割掉。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之后，小龙走了出去。咸咸的海风扑面而来，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洋，小龙心中莫名的有些烦躁。任务要紧，先把木箱搬回电梯吧。将木箱搬回电梯后，小龙拿出霰弹枪，寻找起大白鲨的身影。没多久，海面上出现了大白鲨的身影，躲在水下晃来晃去，好像是在寻找什么机会。突然，大白鲨一下子咬住了木筏，想要将木筏给咬碎。而小龙也是毫不客气的对着大白鲨的头狠狠的打了一拳。中弹的大白鲨第一时间并没有嘎掉，小龙见此又挥出手枪，很快木筏周围便被鲜血染红。咦，本来还想着尝尝鲨鱼肉是什么味道，没想到下手中了。这千疮百孔的怎么吃啊？还是算了吧。再说现在下去捞也很不理智，这周围现在都是鲜血，估计一会就引来了其他掠食者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瞬间庞大的格斗知识涌入小龙的脑海中，虽然大脑还是有些胀痛，但现在小龙觉得自己强得可怕。有了这格斗技巧，以自己目前的实力，不说以1敌100，3、5个人一起运动，那肯定是不太怕的。这回电梯还有半个小时才关闭，剩下的时间要不弄点海水，然后尝试着制盐，不然烤个肉连个味都没有。等了一会之后，海水中的血迹总算是慢慢的消散了。小龙拿出水瓶，直接装了5瓶海水，足足5升，应该足够了，就是不知道练出来能不能吃。哈哈哈哈！不管了，先试试吧。回到电梯之后，小龙拿出电磁炉，随后倒上海水，现在就等它结晶了。希望这个能练成吧。小龙在心中祈祷着。操了，怎么感觉又变冷了？感觉现在的温度应该已经降到0下了。此时聊天室中那个有温度计的人也实时更新了最新温度。兄弟们，最新温度，现在我这里是0下5摄氏度，我感觉我可能有些发烧了，谁有药啊？有也不会卖给你啊，我感觉我应该也得病了，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我真服了啊，我现在饭都吃不饱，这尼玛就上难度了。真羡慕你们升到3级电梯的人，生活也不怕呛死。刚才我遇到一个兄弟死在电梯里了，旁边还有个火堆，估计是被烟呛死的。已经0下了吗？小龙看着聊天室中的消息，倒也不太担心，自己有一个无需能源的电磁炉取暖，倒是不用怕冻死。
只要温度别下降的不要太离谱就行了。现在这个温度，靠电磁炉还是能维持住的。3个多小时后，锅中的海水总算是见底了，同时出现了一些白色的晶体。这玩意真的能吃吗？小龙有些不太确定的说道。他记得海水中是有很多杂质的，单纯的蒸发完全无法获取食用盐。要不尝一口？随后小龙伸手在锅底刮了一层结晶，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操，这特么什么狗屎味！忙了这么久，结果还没有成功。对了，上次做弩箭那个手工很牛的兄弟，搞不好他就会制盐呢。此时刚做完手工活的夜华看到小龙发来的消息，连忙点了进去。你会制盐吗？制盐自己还真的会，只不过这地方条件受限太严重了，算了，还是先接下来吧，到时候自己再想办法。大哥，我略懂一些，可以尝试一下，您那有原料吗？小龙万万没想到，他竟然真的会。原料的话，还好当时自己害怕失败，并没有将海水全部用了。我把海水挂在交易所了，你随便用个东西交换就可以了。OK， 那大哥，你稍微等几天。对了，你应该没有取暖的东西吧？是的，大哥，不过我这有件外套，应该能扛住。我再给你件毯子吧，你要是冻死了，谁给我制盐？感谢大哥。如今制盐的问题有望解决了，小龙心情也好了不少。这个夜华也算是个人才了，竟然会这么多玩意，我有种预感，这小子以后应该会成事，与其交好，应该不是件坏事。最近都有些便秘，可能是因为营养不均衡导致的吧。排空身体后，小龙在牛皮背包里翻了翻，将从史前世界带回来的浆果拿了出来，吃了些东西后，小龙便睡着了。宿主即将进入金属回收厂楼层，楼层中有大量废铁、废铜、废铝等金属物资，楼层中无危险。起床后，小龙将牛皮背包清理了一下。有了堆料区的存在，牛皮背包现在也是宽敞了很多，一格放恐龙肉，一格放山羊肉，剩下还有3个空位，进去足够装东西了。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很快电梯门开启，小龙还是将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虽然这里是安全楼层，搞不好就会有其他求生者跟自己在一个楼层，有武器防身还是很重要的。卧槽，这地方的废铁这么多！看着堆积成山的废铁，小龙咽了咽唾沫。此时，废铁山的另一面有2个人分别从电梯中走了出来。你好，美女，这地方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就互不打扰怎么样？可是人家搬不动这些东西啊，小哥哥能帮帮我吗？嘤。看着在自己面前搔首弄姿的女人，小哥心中一笑。看来这女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那自己还装个屁啊！你先帮我擦擦枪，让我舒服了我就帮你。没问题，小哥哥，我这就来帮你。就当女子快走到男人身边时，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一把巨斧，狠狠地扎了下去。小哥突然感觉下体一阵疼痛，下一刻他的体重就减轻了100克。啊，你特么的！因为坤的剧痛，小哥连站都站不稳了，更别说反抗。洗吧，去洗吧，去洗吧。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体，速水空一战。拔刀。洗吧，去洗吧，去洗吧。伴随着女人的低语，手中的斧头已经来回捅了无数次，而小哥也早已死。看着已经失去生机的小哥，女人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对付这些靠着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这招真的是再爽不过了，马上就能升级4级电梯了。而在另一边的小龙听到惨叫声之后，连忙小跑了过去。我想，绝对是有求生者也在这个楼层。我去，这女的这么狠！到达目的地的小龙看着倒地的小哥和搬物资的女人，心中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随后拿着枪便从旁边绕了过去，把手举起来。女人回头一看，发现还有一个2臂求生者，心中顿时冷笑起来。看来今天能把电梯升到4级了。小哥哥，是他刚才想强暴我是不小心的，对不起。女人声音颤抖地说着，表情更是楚楚可怜。小哥哥，你这么强大，可不可以保护人家啊？见小龙不说话，女人还以为他已经被自己迷死了呢。女人心中一边想着，一边缓缓地向小龙走去。想魅惑我，女人只会影响本尊拔枪的速度。随后，小龙开始搜刮2人的电梯，但2人的电梯中并没有什么可用之物。不过从中找到的10枚金币算是意外之喜了。接着，小龙又开始扫荡回收场，顺利地收集了共400公斤废铁和200公斤的废铜。虽然不知道铜有没有用，但拿一些总没错，反正背包也不占地方，大不了以后用不到扔了就是。如今距离升级电梯仅差20公斤的木材和3枚金币了。随后，小龙又把2个人的物资清点了一下，有2个冻着邦邦硬的面包，1个木棒，1把自制的弓，3包压缩饼干，5瓶水，1把斧头。我也是醉了，这2人真特么穷。接着，小龙查看了无限水池，竟然刷出来一条大概10米长的水蛇。卧槽，没记错的话，水蛇这种玩意是没毒的，吓死我了。现在食物充足，我可不吃这玩意。大哥，再不，您那有没有淡水？我这能喝的水不多，用来制盐的话，我就没得喝了。制盐为什么还要淡水？算了，反正也不差这点淡水。发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好？正常来说应该要用晒的，
但是这边没有太阳，我就用蒸发的，这样速度也会快一些，差不多明天就可以了。蒸发？你在电梯里生火了？对，我用黄泥和木头砌了个烟囱。你还有这劲呢？话说，这样木头不会烧着吗？不会的，木头我都用黄泥巴给糊死了，就是个充当支架作用的。如果有合适的软金属，我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而且我一个手工狂热者，会这些也很正常吧？我果然没看错，这个夜华真是个人才。此时小龙心中已经打算跟夜华长期合作了。不过我得保持我高冷帅酷的男神形象，不能对他表现得太过热情，不然以后就没办法掌握主动权了。另一边的夜华对于小龙也非常的好奇，因为他总是快人一步。据我所知，现在大部分人还停留在2级电梯，3级都是少数，而他已经升到了4级。如果可以的话，能傍上这个大哥也挺不错的。再加上自己的身体一直不好，没准他可以帮我搞到救命的药。想到这，夜华拿出一瓶药，数了数剩下的药片，29片。正常来说应该是1天2片，但是现在被他压缩到了1天1片。29片还能活1个月吗？此刻的小龙看着聊天室上显示的在线人数，很是不敢相信。我记得上次看可是有30多亿人啊，这才过去没几天啊，竟然就跌破30亿了，这死亡率有些太大了吧？更别说现在的气温还这么低，这要再这样下去，不出2个月就全嘎完了呀！各位幸运儿，电梯求生的新手期已经结束，接下来你们将面临更加残酷的求生环境。在语音播报完毕之后，楼层难度将会提升，可停留在楼层的时间增长为2个小时。同时，进入楼层后，电梯门将会关闭，届时不能返回电梯，只有将所有危险生物清理后，或完成楼层任务，电梯门才会重新开启。提示：开始出现部分不可拒绝进入的楼层。没开玩笑吧？之前竟然还是新手期，谁家新手期不到1个月，死了好几亿人啊！完了，本来就不太敢出去，这下我更不敢出去了。反正我还有点存粮，坚持应该能挺几天。兄弟们，我已经开始慌了。这么的，老子练习了2年半的格斗，管他是什么鬼，统统乱拳打死。聊天室中一片哀嚎，小龙也是无奈的叹了口气。连新手期都这么危险了，这以后难度提升了，那还怎么过？现在只希望危险系数跟奖励能挂钩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废土楼层，楼层中有20只丧尸狗，在狗王的肚子中藏有2只丧尸病毒免疫血清。蓝色集装箱中有一个武器补给箱，打开可获得 HK416 自动步枪1把，备用子弹300发，下挂榴弹20枚，紫色信号弹1个，红色信号弹1个，黄色信号弹1个，货件地雷2个。触发悬赏任务，请宿主击杀所有丧尸狗，每只奖励1金币。又是废土楼层，难度果然提升了。这丧尸狗肯定是比丧尸跑得快，而且还有20只，自己手中的武器着实是有些不够看的。通过回到电梯中卡 bug 的行为也不允许了，只要进入楼层之后，电梯的门就关了。说真的，我都有些不想进去了。但是不去的话，不管是楼层中的武器补给箱，还是系统发布的任务，每一个都有些诱人。特奶奶的，拼了！自己可是主角，嘎不了的。况且这集标题也没有说我会嘎。小龙打算这次把迅猛龙也给带上。迅猛龙现在也有一定的战斗力，只要能将狗王杀了，就能得到肚子里免疫血清，也不用担心会感染上丧尸病毒。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椅，宿主可以一战。拔刀。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后，映入眼前的是一个废弃的工厂，地上还有几具被啃了一半的丧尸尸体。这味道可真是让人上头啊！就在小龙刚踏出电梯，一只丧尸狗突然从顶上的铁架子上跳了下来，还好小龙反应迅速。马德，幸亏掌握了格斗技能，反应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看来这也没有那么难啊。此时工厂黑暗的角落里，一只接着一只的丧尸狗缓缓地走了出来。小龙观察着狗群，看到最后一只比较大一点的丧尸狗时，仿佛从眼中看到了戏谑的神色。看来这应该就是狗王了吧？这还怎么打呀？想必狗群还没有进攻，就是等着狗王的命令。若是这么多丧尸狗冲过来的话，那自己绝无生还的可能。小龙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应对之法。对了，刚进来时那只丧尸狗跳下来的那个铁架子不错，那边是高处，说不定可以。看了看丧尸狗群，小龙二话不说就抱着死猛龙冲上去。此时狗王一声令下，所有丧尸狗一拥而上，还好距离不远，小龙及时爬上了铁架子，随后一脚将系统踹走了。吓死老子了！还好我跑得快。这时候，小龙发现前方有一个操作台，走近一看，原来是用来操控下面的大巨片。如果还能用的话，没准能帮到自己。小龙看了看操作台，完全都看不懂，于是直接将所有的按钮都操作了一下。很快巨片成功运转起来，但这个巨片只能左右移动。我擦，竟然真的能用，这样就能防止丧尸狗叠罗汉上来了。要不然以狗王的智商，想到叠罗汉的方式也是迟早的事。
趁着丧尸狗无计可施，小龙对着在下面狂奔的狗连开火枪。在连续死了10只丧尸狗之后，狗王也意识到了，大吼了几声后，便带着幸福的丧尸狗不转身。现在只剩10只丧尸狗了，不出意外的话，他们是准备等我自己下去，或者等着这个电锯停下。小龙暂时松了口气，随即开始寻找起那个蓝色的集装箱。哈哈，找到了！小龙心中一喜，大概20米的距离，正是放着武器的蓝色集装箱。如果能拿到武器补给箱里的枪，那这区区几只小狗狗，自己抬手之间便可消灭。就在这时候，下面的电锯忽然发出了咔咔咔的声音，没一会儿便停了下去。这下不用下去了，那些丧尸狗估计马上就回来了。果然不出小龙所料，电锯停下之后，剩下的丧尸狗立刻冲了过来，以极快的速度堆起一个狗梯子。这时狗王也开始加速，借着狗梯子的助力猛地一跳，向小龙扑去。小龙反应迅速，抬手朝狗王开了一枪，万万没想到对方幸好有防备，一个飞雷神之术，直接将子弹躲了过去。就当狗王扑向小龙时，迅猛龙一跃而起，死死地咬住了狗王脖子，一龙一狗缠斗在一起。小龙正要上去帮忙时，剩下的丧尸狗也纷纷靠着电锯2次助力跳了过来，但好在他们不会飞雷神之术，小龙几乎是一枪有个别成功跳上铁架的，也被小龙一手踢了下来。而此时迅猛龙也解决完狗王，通过轻松地咬断了最后一只丧尸狗的脖子。可以啊，小龙龙。狗王的死状简直是惨不忍睹，直接被小迅猛龙给撕成了好几块。小迅猛龙也受了不少伤，眼神还时不时的冒着红光，看着好像会随时变异的样子。小龙连忙到狗王处翻找起来，很快就在肚子中找到了2只血清。别动啊，不疼的。随后直接将血清注射进迅猛龙。好了，没事了。刚刚是真的有些凶险啊，好在有小迅猛龙的帮忙，要不然我肯定被狗王打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20枚金币。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椅，宿主可以一战。拔刀，终于是完成了呀！小龙心中一笑，随后来到了那个蓝色集装箱处，进去翻找了一番后，抱着一个木箱走了出来。该说不说，这玩意还挺沉。回到电梯后，小龙将箱里的物资拿了出来，和系统描述的一样，自动步枪1把，子弹300发，下挂榴弹20枚，信号弹3个，地雷2个。值得一提的是，步枪是改装过的，不仅有下挂榴弹，还有光学瞄准镜以及激光镭射指示器，弹匣有3个，每个能装30发子弹。这个信号弹应该也是通过榴弹发射器发射的吧？不过现在应该也用不上，先升级一下电梯吧。系统给我升级电梯。在一顿震动之下，电梯范围又扩大了许多，并且还多出来了一个工作台。接着小龙开始查看其他的后台，捣鼓了一阵后，总算是大概明白了什么方法。这工作台并不是游戏里那样丢上原材料咔咔咔一顿整就把想要的东西整出来了，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些工具，具体还是要自己去操作。更操蛋的是，这些工具还不能带走，只能在工作台上使用。小龙瞬间失去了兴趣，以他的手工能力，折个纸飞机玩玩还差不多，让他用这些东西撸出来的大宝剑或者诸葛连弩，那纯是扯淡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加时卡可延长此楼层的电梯关闭时间1小时。才1个小时，这时间也太短了吧？请宿主完成升级任务，将电梯升至6级，奖励超大牛皮背包升级机会1次。随后小龙打开聊天频道，看到在线人数，这才发现刚才竟然死了好几千万人，可见这难度提升对其他人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我他妈竟然活着回来了！楼上我没敢出去，看着一下死了这么多人就知道不简单，能不能简单说说你经历了什么？我进入的楼层是一个监狱，不过里面关的不是犯人，而是丧尸。好在那些丧尸都被关在铁笼子里，外面只有几只。好在哥们以前玩过弓，那几只丧尸被我用弓箭轻松地射死了。最重要的是，我还在楼层里捡到了一把手枪，哈哈哈哈！老子现在可是有枪一族，有了枪，以后通关楼层还不简单。羡慕啊！我也没敢出去，早知道就出去看看了，下次一定。这时，叶华也发来了消息：大哥，您要的食盐已经提炼成功了，我挂交易所了，你用食物交易吧。好的，任意食物兑换啊，这小子还不错，并不贪心。小龙来到水池前，里面游着一条肥瘦的草鱼，看起来最少也有2斤多的样子。哎，主角也有主角的烦恼，想什么来什么，你们说是不是？就把这玩意给他。很快交易就完成了，不过交易过来的食盐并不多，大概能吃个1-2天的样子。味道除了咸还有些苦涩，不过已经很不错了。最后小龙烤了一些肉，撒了一些盐粒，便开始大快朵颐起来。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天之后，总算是吃到了第一份有味道的烤肉。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死亡游戏，需要宿主与其他求生者共同进行3场游戏，楼层才会结束。此楼层必须进入，完成3次死亡游戏后，将会奖励20金币，任意升级材料500公斤。此楼层提示：参加死亡游戏的求生者一定会玩这个游戏。游玩死亡游戏时，求生者之间不可通过游戏外的方式自相残杀。
隐藏机制：游戏失败的求生者在死亡之前自杀，可获得重新参加游戏的机会，每人3次。死亡游戏，而且是必须进入的楼层。这么说，下一个楼层的求生者绝对不少，那岂不是又要发达一波了？搞不好直接一举将电梯升到了6级。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穿越电梯求生17级，我来到死亡游戏楼层，对手竟然是一位可爱的小姐姐。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后，小龙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刚进入楼层中，头顶就传来了播报声：欢迎来到死亡台球游戏，在这里，每一颗球都代表着身体的一个部位，将台球打入袋中，你将会被判定失去它，最后打进黑球的为胜利者。游戏结束后，胜利者将不会扣除被打进的器官，相反，失败者将扣除所有打进袋中的器官。现在，游戏开始。广播声音落下后，小龙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满脸紧张的少女。哈喽，小姐姐，那我们开始游戏吧。你好，哥哥，我不太会玩。看着面前紧张的少女，小龙内心暗骂：要不是系统之前就提示过，能进入游戏楼层的都是会玩这个楼层所有游戏的人，老子还真要被你这个绿茶给骗了。小龙曾经参加过台球比赛，是个万年老二，也算是比较厉害了。但面前这个少女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要不就让她先开球，看看她的底子如何吧。女士优先，哥哥让你先来开球怎么样？此时台球已经摆好了，上面并不是以前的数字，而是一个一个的人体组织，比如眼睛、鼻子、心脏、肾等等。要不还是哥哥来开球吧，我怕我开不好，人家力气有些小。对了，哥哥，我叫安青青，你叫什么呀？那个，我叫河南吴彦祖，还是你来开吧，先开球可是有优势的哦。小龙随口报了个假名，然后装作被安青青迷住的样子。好吧，那我开球了哦。呵呵，又一个猥琐男被本小姐的美貌拿下了。哥哥，你别看着人家了呀，我有些紧张。好，哥哥不看你了，你开球吧。小龙心中冷笑一声，随后在一旁玩起了球杆。刚才观察了一下安青青的握杆方式，她应该是玩过，不过实力应该很菜，不然也不会装绿茶了。这时，清脆的声音响起，有2个球直接入袋，分别是小龙的眼睛和安青青的耳朵。呀，对不起，吴彦祖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早知道不用那么大的力气了，我就是怕打不散，用的力气才大了一些，对不起。不得不说，演的是真不错。没事，毕竟开球进的球都是随机的，不怪你。哥哥真好，那我继续了。安青青再次俯下身子看了看，发现这些球的位置他都打不进，于是随手打了一下，一个球也没有进。但是小龙一下子便看出安青青这是在做洞口球，恐怕再来几个回合，安青青的球都是好位置了，到时候就算我再厉害也赢不倒了。随后就到小龙击球了，刚俯下身子准备击球的时候，安青青突然开口：哥哥，你能不能让一让我？我可以。还你可以干啥呀？这可是生死局，一次舒服和一辈子舒服，我还是分得清的。放心，哥哥绝对让着你，我可不忍心你这么可爱的妹妹死在这个地方，记得要替我活下去。笑死老娘了，原来就是个没见过女人的小处男啊！被本小姐这么一吊，连命都不要了。吴彦祖哥哥，你不要这么做，我们还是正常玩吧，你不要让我了。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有一句话叫做一见钟情。今天我们可能一定会死一个了，但是我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而不是你。安青青一阵 PUA 后，又来了个绝杀，对着小龙的脸轻轻的点了一下。就刚才这么一套话下来，再加上这么个蜻蜓点水，我就不信任何一个男人能扛得住。操，这女的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亲老子这么一下，不会传染给老子吧？小龙强行挤出一个笑容，接着俯下身去就是一杆，一杆双球。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一体，宿主可以一战。拔刀，一杆双球，分别是安青青的心脏和奶子。看到这一幕的安青青，尽管内心非常恼火，但还是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耶，哥哥进球了！小龙看着装模作样的安青青，心中冷笑。我倒要看看你能笑到什么时候。随后小龙继续俯身击球，这次进球的是安青青的大脑。此时的安青青脸色已经明显有些难看了，但只能庆祝着小龙进球。哥哥好棒，哥哥加油哦！又是一杆，但这次并没有进。我可不是故意的，单纯是因为很久没打了，所以失误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安青青看着小龙连这么简单的球都没打进，露出了沮丧的表情。哥哥，你不要让着我好不好？青青不忍心你死在这里。而小龙则坐在一旁观察球的位置，并不想搭理他。随后安青青就撅着屁股趴在了台球桌继续击球。据我的观察，安青青应该能进2个球，每个人一共有7个球，算上黑八的话就是8个，送他几个球也无伤大雅。结果意外的是，安青青竟然一个球都没进。小龙走过去一看，才发现原来安青青是想摊一手一杆双球，结果失误了，最终一个球也没有进。真尼玛笑死我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满脸失落的安青青只能继续干扰小龙打球，并且还给小龙抛出一大波符箓，这让小龙内心燥热难耐。特么的老娘竟然失手了，不过还好这个臭屌丝已经被我迷惑了，只是稍微出卖点色相就被迷成了这样，真是个垃圾货色。这安青青真他娘是个狐狸精啊！说实话，但凡是个男人都受不了。这要不是参加死亡游戏，老子非得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小龙按耐住心中的情绪，再次一杆打出，不出意外又进球了。现在一共进了5个球了，还差最后3个。此时安青青表情有些难看，而安青青发现小龙在看她，连忙说道：“哥哥加油！”随后在小龙俯下身子时，安青青慢慢的靠了过去，准备使压。就在小龙击球时，安青青突然撞在了小龙的身上，白球瞬间被大力打了出去。对不起哥哥，我不小心绊倒了，对不起。安青青一脸惶恐的说道，同时余光偷偷看了看球桌，白球连续击中其他几个球，安青青的眼睛也逐渐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有一个代表她的球竟然晃晃悠悠的滚到了袋子。别进别进别进！安青青心中不断祈祷，但是祈祷无效，这个球终于是滚了进去。安青青心中一凉，如今只剩下2个球了。小龙看了看最后一个器官和黑疤的位置，顿时胜券在握。哥哥，我要死了吗？对啊，你快死了。哥哥，你开玩笑的吧？不是你说的吗？不想让我死。小龙一脸无辜的说道。可是，安青青顿时有些语无伦次。彦祖哥哥，我才18岁，我还不想死，我不想死在这个地方，你能放过我吗？安青青一边说着一边靠近小龙。求求你了，不要杀我，我不想死。就当安青青靠近小龙时，从身后掏出一把刀片，随后直接划向了小龙的脖子。去死吧！好在小龙身怀数级格斗术，身体下意识的做出了反应，轻松的将安青青按在了台球桌上。就凭你还想杀我？这时候不知道从哪跳出来一个蒙面人，直接将安青青抓起来绑在了一个台球桌上。这神秘人绑人的手法还真有些情调。求生者安青青意图违反规定，将被限制击球2次。求生者小龙获得2次自由球。小龙，安青青看着小龙，心中震惊。原来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在骗自己吗？亏自己还以为隐藏的有多好。 2次自由球的机会，那不是有脚就能进。随着最后一个器官球进袋，如今只剩下一个黑疤了。小龙也不会墨迹了，将最后一球打进后，伴随着安青青绝望的金属，刚才打进的神奇组织开始从安青青身上脱离，飘到半空中后直接爆开。我擦，真尼玛血腥！小龙嫌弃的捂着鼻子，随后走向了一个凭空出现的大门，大门上写的是通往下一个死亡游戏。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 普通电梯，速度可以1站。拔刀，下一个死亡游戏吗？进入大门后，小龙发现已经有一个老人在等着了。速度这么快，看来这人不一般了。小伙子，你好啊，我叫从不飘，你叫什么啊？你好，老爷子，我叫天天飘。小龙礼貌性的回了一句，随后开始观察这个房间。整个楼层只放了2张桌子。就在小龙思考的时候，电梯的广播声便响了起来。 请以最快的速度组装桌上的枪支，并射向你面前的人，活下来的即为赢家。现在游戏开始。下一刻，桌子上突然出现了2堆人。小龙和老者对视一眼后，开始翻看零件。操，这是几把枪的零件啊！拥有枪械精通的小龙一眼便看出了这些零件并不是一把枪上的，最少也是10几把枪的零件。虽说麻烦了一点，不过这也难不倒我。 毕竟在拥有枪械精通的小龙眼中，这些零件都已经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标签。不过那个老人很明显也不简单，此时已经组装出了一把手枪的雏形。小伙子，论完枪，你还是太年轻了。小龙并没有接话，而是看着他手里不停调试的手枪，冷笑道：“货不对版的一通乱装，能开得了枪，那也是够牛逼的。”随后，小龙也快速操作起来。小龙的想法是，首先在一堆零件中精准的翻找出了对应的零件，这样用不了几下就可以组装出来。很快1分钟过去了。 老者还在一直比对着零件，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而小龙已经将手枪组装完成，并且安装了唯一1颗子弹。老爷子，现在怎么样？开枪吧！没想到老夫竟然输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小龙自然不会废话，一枪便了结了老者。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活下来，找到返回蓝星的办法。老者死后，又一道门出现在小龙面前，上面依旧是那句话：通往下一个死亡游戏。 门后依旧是一个空荡的房间，这次里面并没有人，却摆放着4把椅子。小龙想也没想就坐了上去，静静的等待其中。又过了10几分钟后，一个漂亮的美女走了过来，但是电梯的广播并没有响起，也就是说游戏还没开始。果然又过了几分钟，一个壮汉满身是血的走过来，接下来是一个大肚腩的中年人，最后是一个浑身腱子肉的青年。 人员已到齐，游戏开始。游戏名为抢凳子，每回合淘汰1个人，最后幸存的1人为胜利者。广播声落下后，小龙与女人直接被弹飞了出去。现在请各位玩家围绕凳子站成一圈。听闻此言，几人纷纷照做。
现在游戏开始。滴答声越来越快，忽然敲击声停了下来。小龙率先坐了下来，立马抢到一张椅子。没抢到凳子的中年人一脸惊恐地看向四周。真没条淘汰。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没找到老婆和孩子，不要杀我啊！随后眼前的中年男人，我说，如果非要这么血腥的话，下次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啊？小龙将绷到脸上的肠子扒拉下来，喊道。身后的美女看着自己腿上挂着的心脏，一下子吐了出来。另外两人也是纷纷面露难色。下一秒，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几人推开了，同时4把椅子也消失了一半。游戏继续。听闻几人依旧按照刚才的流程照做，滴答声持续一段时间后，再次停下。剑子肉男率先坐下凳子，随后是小龙，壮汉则直接将女人撞开，坐在了椅子上。不要啊，求求你们了，让我活下去好不好？让你活，那我死。唐淼淘汰。只见女人突然捂住了嘴巴，鲜血不断的从指缝涌出。不要，我不要死。下一刻，女人竟然将自己的内脏吐了出来，接着她竟然又将内脏不断的捡起来吞了进去，仿佛这样她就没事了一样。然而就这样反复吞吐10几秒钟之后，还是死了，可以说是死的是很惨。这可比刚才那个中年男人惨啊，嗷嗷吐血吐内脏，看着就疼。接下来的流程就跟刚才一样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将3人推开，椅子依旧消失少了一把，只剩下2把。游戏继续。全民电梯求生20级，游戏楼层还有化身鸡头的好大尔兄弟。游戏继续。 3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安静的楼层中，除了广播发出来的滴滴声，就只剩下3人的心跳声了。虽然我拥有初级格斗术，反应能力很是出众，但这游戏不仅要拼反应力、力量，还拼运气。要是停的位置不好，再怎么厉害也没用啊！突然，敲击声停止，小龙眼疾手快地坐了下去。剑子肉男则没有想过撞，直接被撞开了。这下轮到剑子肉男惊恐，死就死，谁怕谁啊！18年后，老子依旧是条好汉，有种让我死的轻松点。朴万千淘汰，哈哈哈哈！杀了我吧，这鬼地方死了也解脱了。剑子肉男大声宣泄了几句后，突然站在眼睛瞪得如铜铃，好像面前有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伴随着惨叫声，剑子肉男身体僵硬地倒在了地上，眼睛依旧瞪得很大，很明显是看到了什么东西被吓死的。突然开始羡慕起第一个死的中年男人了，就他死得比较轻松。2人再次被推开，椅子也只剩下了1把。游戏继续。敲击声再次响起，2人不断地观察着对方，脚步也越来越快，但这广播如同卡碟了一般，敲击声足足响了5分钟都没有停下。2人的心情也是一上一下的，被这敲击声折磨得不行。看着壮汉额头上的冷汗，小龙心中松了口气。紧张成了这个样子，这场游戏我赢定了。忽然，敲击声停了下来，壮汉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愣了一下，结果直接被小龙抢去了凳子。此时的壮汉深知自己必死无疑。没想到我嫖无术还是输了，只希望能死得轻松一些，突然的暴毙是最好的了。朴无术淘汰。一声闷响，朴无术看了看自己的肚子，用手摸了摸，发现连肋骨都摸不到了，随后倒在了地上。刚才的一瞬间，应该是将他体内所有的器官以及骨头全部震裂。虽然最后痛苦了几秒钟，但也比前面2个要强了。死亡游戏结束，最终赢家小龙，奖励发放中。奖励金币20枚，500公斤铁。游戏结束，祝您返程愉快。电梯播报结束之后，楼层中的东西全部消失，并出现了7个阵营，其中有1个是小龙的，剩下的则是输给小龙的那6人的。此时距离电梯关闭时间只剩下10分钟。系统，我要用加时卡。随后小龙开始搜刮几个电梯中有用的东西。6个电梯，物资看起来不少，但整理好了之后，有用的东西并不多。总共8件干净的衣服，3把很锋利的刀，4把弓，1根长矛，5块面包，18瓶水，10个牛肉罐头，还有一些破布。自己现在玩的都是枪和弩了，弓和长矛拿了也没啥用，一会直接放交易系统算了。自己看不上的东西，在别人眼中那可都是好东西啊。回到电梯后，小龙直接将电梯升级。这次升级之后，空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新增了一张舒适的床和一个简易壁炉。小龙将木头放进了壁炉中，电梯中的温度也在快速回暖。不对啊，系统，这次升级为什么没有给我奖励？升级任务已完成，奖励超大牛皮背包升级机会1次，已自动使用。超大牛皮背包增加3格。这好吧。新皇家会所开业了，我们随缘相遇，只要支付一定的代价，就能让您体验非一般的感觉。我们这里有多种美女类型供您挑选，萝莉、御姐、哈妹、熟女。新皇家会所让您有种家的感觉。好家伙，这地方竟然都能看到广告。秦安，卧槽，这不是我的好大儿子。全民穿越电梯求生，每按一个楼层都是未知的场景，别人还在为了食物和水发愁。而我觉醒预知系统，普通电体，速度推一战。拔刀。卧槽，这不是我的好大儿。小龙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虽然有可能是同名同姓，但是这货的嘴脸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秦安跟小龙是一个学校的，两人还一起合租了同一个房子。因为小龙身世的缘故，秦安一直都非常照顾，租房子更是额外承担了水电费。时间长了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变得非常要好了。长时间的相处之下，秦安和小龙两人也总以父子相称，不是你当父亲，就是我当爹的。没想到这货也被带到了这个世界，电梯等级竟然有4级，看来秦安的运气不错呀。只不过这特么的广告是个什么鬼？为了搞清楚秦安在搞什么飞机，小龙直接私聊了过去。好大儿，你特么怎么也被弄到这了？正在发广告的秦安看到消息之后，还以为是生意上门了，连忙点开准备回复。当看到内容后，愣了一下。卧槽，这不是小龙那小子吗？卧槽，你怎么会在这里？还不都是因为你当时不设置早八的闹钟，导致咱们都迟到了，不然肯定不会到这个世界。爬，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对了，我想问一下，你这打的广告是什么意思啊？你改行当鸡头了？真他妈鸡头，我这也是被人雇佣的，前几天在聊天室刷屏了，你没有看到吗？我不怎么关注聊天室。没事，我给你讲，跟水军差不多，他给吃的，我帮忙发广告。听说这个新皇家会所专门提供流动式服务的，养了好几个小姐，要不说人家有商业头脑呢。我也靠着给他刷屏打广告换了点吃的，顶过了一阵难关。原来如此，那他给你了多少食物啊？一个黑面包，给他刷屏7天。卧槽，你黑奴啊，这么廉价？那我有啥办法？之前运气不好，一点吃的没找到，为了不饿死，只能这样了。不过好消息是，我现在已经吃喝不愁了，等再过几天就不用给他刷屏了。这尼玛破聊天室还是实名制的，实在是太羞耻了。对了，你小子有没有饿着？叫声爸爸，给你点吃的怎样？傻狗，你也配啊？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咱们在这个世界竟然还能相遇，本来我都以为我要孤独终老了呢。你傻逼啊！对了，你谈的那个小女友没来这个世界吗？小冉啊，到目前为止没发现，我也希望她别来这个世界，最好忘了我，然后重新找一个对她好的男人。这货就是个纯粹的海王，天天混在女人堆里，平均一个女朋友不超过3个月，还在我这桩深情。行，知道你是个大情种了，行吧？嘿，好了，老子继续去发小广告了，有机会遇到一定得让你叫我声爸爸。滚吧！等等，你小子怎么6级电梯了？叫爸爸，我就告诉你怎么做到的。爹，你特么节操呢？刚才谁在说话？小龙见秦安这副样子也是有些想笑，随后直接将5级电梯和6级电梯所需要的升级材料，以及升级后电梯会新增什么东西都告诉了秦安。至于怎么升级嘛，小龙只打了4个字：杀人越货。本来还想给秦安点武器支持，结果这货死活不要，硬说自己手里有枪。将视线离开聊天室后，小龙笑了笑，自己要好的朋友并不多，秦安算是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了。另一部电梯中的秦安擦了擦手中的格洛克手枪，笑了笑。傻狗小龙，你怕是不知道你爹我的真实身份吧？一定要活下去。触发升级任务，请将电梯升至7级。奖励宿主荒野求生技能专家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10人族营地，其中有25只10人族，1只10人族族长。10人族营地中有一个黄金宝箱，开启后将会获得金币5枚、万能解毒丸1颗、犀角弓1把、箭矢20支。触发歼灭任务，每击杀1只10人族，奖励1金币。25只10人族，管你几只野人，一个弹匣下去直接团灭。不行，还有下挂榴弹，让他们看看烟花。不过这个楼层奖励的金币挺多的，等这个楼层结束之后，升到7级电梯的金币应该就凑够了。此时小龙距离升至7级电梯还需要80公斤木材、20公斤铁、30枚金币以及100公斤的铜。我就知道上次在回收站楼层搜集的铜有用，果然我就是天选之子。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电梯求生22级，我再次进入森林游戏的世界，玩家竟然也认出我是一个人类。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的播报声响起，小龙重新检查了一下携带的装备，举枪走了进去。迎面而来的便是一片用木头和干草搭建的简易房子，这应该就是10人族部落居住的房子了。可是10人族呢？就在小龙疑惑之时，一个隐秘的地下洞口里爬出来了几只拿着木棒的野人，大吼一声后便朝着小龙冲了过来。等野人等了很久的小龙自然不会手软了，成功将野人全部击杀。但因为这把枪没有消音器的原因，同时地下洞口爬出来的野人也是越来越多。另一边，操控着游戏角色的王美同样打到了枪上，他再次一愣。兄弟们，听到了吗？又是枪声，好像是从野人营地那边传过来的。咱们过去看看，该不会又是救援队吧？自从他上次发现了小龙这个游戏彩蛋之后，他的直播热度就一路暴涨。
游戏公司也是顺水推舟的，在游戏中加入了小龙的建模，设定就是前来搜救幸存者的救援队，如果跟他走的话，就会解锁一个成就。同时，游戏公司还奖励了王磊一个游戏舱，这让王磊可以操控游戏角色做出和真人一样的动作，甚至连发生讲话都可以做。磊哥，如果有 NPC 的话，你试试能不能把他杀了，哈哈哈。没毛病，说不定杀了 NPC 还能解锁新的成就，比如说断送生路。你们不去做游戏策划，真是出彩了啊！主播，人家有枪，你还是算了吧。有枪怎么了？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刀快。主播就是干，顺便还能缴获把枪用。你错了，是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枪又快又准，都不用瞄，而且。之前不久有人想办法干死过救援队员吗？结果手上的枪不掉了。我倒是挺希望能出一个养成系统，跟这个 NPC 搞好感度，好感度高了之后，他就听你的，让干嘛就干嘛。哦，这样的话，我倒是希望出一个女性 NPC。你想干嘛？弹幕一片欢乐，王磊心中也挺激动，他心里知道，游戏公司发布的那个彩蛋跟自己上次遇到的并不一样。上次下播之后，王磊就深思熟虑过。他认为那个在大众眼中是个彩蛋的人并不简单，他的眼神不像其他游戏角色一般呆滞，反而是充满智慧的，所以他心中有个大胆的推测，这个所谓的彩蛋角色会不会是被困在游戏中的人类？兄弟们，咱们投个票，是直接出去，还是等这个 NPC 杀完野人再出去？主播直接投票，要不要把这个 NPC 杀了吧？我建议杀了，这装备也太好了吧！楼上下个游戏王玩吧，官方给你拿个彩蛋救援队员，杀了他之后也不会掉落武器。就这还号称最真实的游戏，一头大便。王磊看着弹幕又吵起来了，也是无语了。至于杀这个所谓的 NPC， 王磊是做不到的。他冥冥之中感觉这个真的不是 NPC， 而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整个野人营地里的人全部被击毙。这并不止系统说的25只野人啊，难道是有其他野人被枪声吸引过来了？不管了，先去找箱子吧。小龙开始寻找他的解谜的作品，均无退货。如今只剩下野人爬出来的那个洞口还未寻找了。真的要下去？这么黑，看得老子幽闭恐惧症都要犯了呀！就在这时候，王磊在直播间观众的怂恿之下，缓缓地从草丛中走了出来。为了避免直接被这个 NPC 打成筛子，王磊提前打了声招呼。这主播真 SB， 这就是个 NPC 罢了，居然还打招呼！哈哈哈哈！主播可能是沉浸于虚拟现实的场景中了。说实话，我玩虚拟现实游戏有时候也会把 NPC 当真人看。此时的王磊并没有看弹幕，而是时刻准备着关直播，因为他一会要问一些比较弱智的问题，他怕自己明天直接被营销号飞成玩游戏玩魔怔的主播。那个兄弟们，我这刚收到了个通知，大概5分钟后停电，所以一会突然下播了，你们别问为什么。来电了我就开播。停电，超了！主播你是不是想偷懒了？我不信，都这个时代了还会停电。主播肯定是想找借口放假1天。我送一个火箭，别停电，哈哈哈哈！小龙看着慢慢靠近自己的玩家，有些疑惑。这货不好好玩他的游戏，来找自己干鸡毛啊！等等，该不会把自己当成游戏里的 NPC 了吧？按照玩家的尿性，那非常有可能啊。你好，你好，我擦，主播跟 NPC 互动上了，这会不会是游戏官方搞的测试内容？搞不好以后用游戏舱的玩家就能够通过游戏里说话的功能跟 NPC 聊天了。有道理，毕竟既然游戏舱出了说话的功能，那就是肯定有用的。主播你快接着对话，看看能了解到什么东西。全民电梯求生23集。你好，你是人类吗？难道老子跟人类的长相差得很大？还是说这货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是 NPC？ 显而易见，我就是个人类。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被困在游戏中的人类？这个森林在我的眼中就是个游戏，应该也算不上被困在这个游戏里的人类吧。再过1个半小时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你是？我应该算是在各种世界穿梭的可怜虫吧。既然这样的话，认识一下吧，我叫王磊，来自蔚蓝星球龙国。你好，我叫小龙，来自蓝星夏国。很快，这2个来自不同世界、不同文明的人便聊了起来。听你的意思是，你被某个神秘能量给带到了别的空间，然后每天都要去不同的世界搜刮生存的资源。没错。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还算有用。对了，能帮我个忙吗？什么忙？尽管说就是了，反正我这是游戏角色，做什么都可以。帮我去那个洞里看看，有没有一个黄金宝箱？有的话，拜托帮我拿出来。OK， 我正好也要下去，
早就听说野人营地的地下洞穴有不少有用的东西，但是这里的野人太多了，我现在没办法进来，多亏你了。说着，王磊掏出火把向洞口走去。下面好像还有水，你在上面等等我，我马上上来。此刻王磊内心无比的激动，竟然真的跟其他世界的人类沟通上了。在地下洞穴走了没多久的王磊，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黄金宝箱。然而，在黄金宝箱的旁边，竟然还站着一个4条腿、4条胳膊的奇葩生物。我操，这里怎么还有个突变野人？此时在地面的小龙并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正拿着电锯 cos 光头强呢。再砍几棵树，全都扔进堆料去，我直接发达了，哈哈哈。小迅猛龙看着地面的野人尸体有些嘴馋，不过还是叫了一声，请示了一下小龙。吃吧吃吧。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不是吧，这小家伙还真能听懂人类的话。小迅猛龙在那高高兴兴地吃着野人，小龙在努力伐木，只有地下洞穴的王磊在孤军奋战。我丢，这伤害真感人，就我这小血条，根本扛不住他一巴掌呢，看来只能使出那一招了。说完，王磊拿出一个燃烧瓶，同归于尽吧。王磊大喊一声，随后将燃烧瓶丢出去。遗憾的是，竟然扔歪了，下一秒突变野人直接将他一巴掌拍死了。可奶奶的，老子今天就算磨也磨死你！随后大步冲向了野人营地。哎，这狗屁天气怎么这么热？突然感觉电梯里的低温还挺不错呀。忽然，小迅猛龙放下了嘴中的肉，冲着前面低声吼叫起来：“怎么了？臭 SD， 老子又来了，这也死！”王磊大喊一声，随后直接跳出了草丛，但下一秒就被迅猛龙一口咬断了脖子。这什么情况？这货不是下地洞了吗？怎么会从这边出现？难不成地洞下面还有野人？小迅猛龙看着慢慢消失的尸体有些懵逼，叫了几声之后，直接躲到了自己身后。哈哈哈，好了，下次见到这个人你就不要攻击他了哦，乖。我擦，刚才是什么玩意？突然窜出一只大黑耗子把我秒了，该不会是什么新怪吧？王磊心中想着，顿时觉得十分有可能，随后拿出木矛再次冲了过去。野人营地出现了新怪，而且杀伤力还那么高，那个异世界的人类不会出事吧？自己可以随便复活，可那个人不行啊！想到这，王磊立刻加快了脚步。这次接近野人营地之后，王磊谨慎了很多。就在王磊谨慎的向前摸索时，草丛突然动了。哈哈，不好意思啊，刚才我的宠物以为你是敌人呢。没事没事，反正我能复活。这只恐龙是你的宠物？没错，是一只迅猛龙。我能摸摸吗？当然可以了。真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见到恐龙，哈哈哈哈！哦，对了，下面有个突变野人，不太好搞，但是问题不大，我多死几次应该能跟他一换一。突变野人吗？你把这个拿上吧。说完，小龙将霰弹枪扔了过去。有了这玩意，那还不是手拿把掐？哼哼，这下看看谁能打过谁。王磊心中冷笑着，随后迈着小碎步走向了那个突变野人。突变野人吼叫一声之后便冲了过去，连开3枪后，突变野人应声倒地。切，垃圾！随后王磊走向黄金宝箱，直接塞进了角色的个人背包里。兄弟，宝箱给你找到了。说着，王磊直接从物品栏中丢出了黄金宝箱，随后又把霰弹枪还给了小龙。多谢了。对了，这把钢弩你拿着吧，我也用不上了。钢弩？卧槽，这不比弓好用多了？你真的给我了？送你了，我刚好要砍几棵树，要不要一起？砍树？大哥，你很缺木头吗？还行吧，不过这东西对我来说越多越好。嗨，早说啊！你现在砍能整多少？等着。说着，王磊就小跑着离开了。10几分钟后，他拖着一个庞大的筐子走了过来，里面整整齐齐的堆满了砍好的木头。这娘的看着应该得有上千斤了吧？大哥，这些都给你。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龙笑着将木头全部塞进了牛皮背包。做完这些后，距离电梯关闭还有最后10分钟。好了，我要走了，咱们有缘再见。OK， 对了兄弟，你把这些药拿上吧，反正在我这边这些药物的刷新点会不定时刷新，你拿着应该能用上，基本什么药都有。谢了，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再还你吧，现在时间有些仓促了。挥手告别之后，小迅猛龙也紧跟着打了声招呼。恭喜宿主完成歼灭任务，共击杀30只野人，奖励30枚金币，奖励已发放。果然不止25只野人啊！随后小龙打开黄金宝箱，就获得了5枚金币、1颗万能解毒丸和一个犀角弓。这是怎么回事？这串字是什么意思啊？
根据我多年游戏经验的分析，这应该是类似于游戏中的属性，也就是说，自己只要拿上这把弓，就是百步穿杨的高手了。那这把弓挺有意思的呀，而且看这意思，射程还有400米，这可比正常的弓射程远多了。不过再牛逼也没卵用，有了热武器，谁还用这玩意？看来只能将这把弓留着吃灰了，或者把这弓给秦安纳货，也算是让他有了一些保命的手段。说曹操，秦安就到了。秦安的头像刚刚好亮了。